Hello， 爱奇艺泡泡泡明星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瑶。其实有第一次录的时候，因为可能之前也有录过综艺，但是作为嘉宾去的嘛，就是可能主持人会问我一些问题，包括他们驻场嘉宾会问我一些问题，但是这一次第一次作为驻场嘉宾去，就是其实是整个要带动整个局的一个关键，所以就觉得刚开始的时候有点不知所措吧，然后也处于一种有一点懵的状态，现在就觉得，和大家相处的很愉快，就是会放松很多，不会像刚开始录制的时候那么紧张，然后也渐渐就是找到了自己的一些对，这个节目的一些也不是说方法吧，就是一些经验，然后会现在录制起来就觉得要轻松很多。其实大家都照顾我挺多的，因为其实在里面我最小吧年纪，然后宝仪姐呢，她是其实从一开始就很照顾我，包括第一期的时候，其实我那一期很紧张，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又害怕自己说错话，所以就整个话很少，然后在当时完成第一个环节的时候，宝仪姐就跟我说，她说瑶瑶没关系，你多说话。然后我们抛给你的问题你也多回答，然后宝仪姐她其实就是一直有在鼓励我，给我打气，其实她有传授给我很多东西，包括有的时候可能结束之后，宝仪姐也会说，她说你们来我房间，然后我们聊一聊，就是说你们有什么不懂的东西，我们可以大家商量一下，就觉得还挺温暖的。而且其实我们在第一期结束之后，就相当于我们4个人就已经成了家族式的关系了。就宝仪姐是大姐，然后刘维哥哥是二哥，当然二哥这个称呼挺适合他的。然后王清哥哥是3哥，然后我是小妹嘛。然后刘维哥哥的话，我觉得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我们4个人当中的一个开心果，但是呢。其实他很多事情是很害怕的，可能因为我年纪太小了，他又不想在我的面前表现出来，可能比我还害怕，或者说他也希望作为哥哥的他能给我一些鼓励，包括他平时我跟他有在一起录制的时候，他也是会很照顾到大家的情绪，包括可能粉丝的一些情绪，他也会很照顾到，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很善良、很热心的人。然后王清哥哥的话，他就是真的很大胆，就是刷新了我的世界观。我觉得就以前那些事情，就是我没有办法想到，可以在一个人身上，他可以做那么多事情的。他都很勇敢的去做了这些事情，所以我挺佩服他的。我平常其实也会下厨做饭，因为我刚开始下厨是我大2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自己一个人住，然后我爸爸来看我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好像如果天天点外卖的话，就觉得爸爸觉得很不健康，而且我吃到的东西也有限。然后呢，我爸爸就在家里面教我做了很多的菜品，然后做了之后就觉得，其实你可以通过这些菜品研制出很多不同的菜品，就你可以不断的满足自己的需求去做好看的、好吃的、好玩的一些菜，然后你做完之后也可以拍拍照啊，发朋友圈啊，就是也还挺有那种成就感的。我川菜还不错，可能一些像西餐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菜可能会弱一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宝仪姐的有一道9转大肠，因为那道菜我记得当时特别清楚，就是所有的就整盘全部都被吃掉了，那个真的很好吃，就是很有层次，就是肥而不腻，入口即溶，就刘维哥哥常用的一句词，我觉得只有这个菜配得上那句词，就真的很好吃。
我吃火锅其实有一个不可避免的东西，就是我如果和大家一起吃的话，我一般都会吃的特别多，而且吃的特别久。就大家到最后，就又不聊天，又不吃火锅，就大家都低头在玩手机，然后就我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吃着火锅，然后吃完之后，他们都会很嫌弃，因为就我觉得我真的很难找到一个人是可以陪我从头吃到最后的一个人，就是大家就吃完之后就已经撑到不行，开始玩手机，但是我还是觉得，可能他们玩手机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还没有饱的感觉，然后就会一直在吃。因为当时就是太好吃了，就觉得就是我觉得美好的东西应该就是童话故事里面的白马王子，所以当时因为听到刘维哥哥说他在海边奔跑，我就想说哦，那我不能说海边奔跑，那我就最美好的东西那应该就是白马王子。虽然我觉得那个虾和白马或者王子都扯不上关系，但它可以是龙太子。是相当于你印象，你脑海中最浪漫和美好的味道是？对，就觉得很浪漫，然后感觉甜甜的，然后美好的味道。因为我很喜欢去尝试很多不同的东西，其实也说不一定，可能我很爱吃，然后有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也会学毛笔字，然后可能写一段时间，我又会给自己找很多事情，比如画画，然后又会给自己找事情，比如说弹尤克里里，就是我就是很喜欢自己去尝试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我身边朋友有的时候就会说，他说，哎，你好不容易休息一下，你干嘛每天把自己弄得很累？因为我前段时间休息的时候，我有休息的时候，其实比工作起的还早，5点钟我就起床了，因为当时我报了一个驾校，然后就5点钟去上课，上完课回来写毛笔字，写完毛笔字给自己做晚餐，做完晚餐然后再画画，或者要看电视剧，或者做甜品之类的，就觉得好满了，一天都好忙。然后后来忙了1个礼拜，我觉得自己很累，然后我就跟就是我经纪人聊天，我说，哎，我说为什么我感觉怎么比工作还累？他说能不累吗？你给自己安排那么多事情，但其实我觉得挺充实的。对，我休息时间会给自己安排的比较满，我觉得因为闲下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会不太习惯。其实我觉得每个角色都是我的一部分，但是每个角色它都有，它怎么说呢？就是它都有我的像的一部分加入到里面，然后呢，我呢那个角色也会赋予很多个不同的我，但是我可能，我到目前为止可能最喜欢的，其实我觉得都喜欢，都不一样，因为我尝试到的角色都还反差挺大的，不管是人类、非人类、女性、非女性，年轻人、老人，还有15、16岁的小姑娘，其实我觉得就是还都挺特别的，到目前可能都还没有特别重样的角色，就觉得还挺好玩的，都挺喜欢的。其实演这么多部角色，要说比较遗憾的一个角色，其实可能是在《青丘狐传说》当中饰演的花月那个角色。因为当时他其实是有很多打斗的场面在里面的，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就是真的会涉及到打的动作的一个戏，可能我个人觉得完成的不是很完美。所以后来自己都有在打戏方面做一些文章，都会比如说会在学校去上一些武术课啊之类的。除了演戏和综艺以外，我觉得，因为刚刚也有说，其实我比较喜欢不断的去尝试，我觉得它
它其实像音乐啊，或者是其他的，其实我觉得在整个这个里面都是相通的嘛。其实你像学表演，它是有声台形表4个部分，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希望能够去发展的。我挺宅的，因为平时我会给自己找很多事情，但是我不太喜欢出去，因为我觉得出去的话，就是可以做的事情很少。就比如说你出去可能就是吃饭，当然我会出去了。你比如说出去除了吃饭以外，就是可能看电影啊、逛街啊这些。我觉得这些活动的话，可能就是1个礼拜有1次就够了。那你不能天天出去，所以还是待在家里的时间会比较多。待在家里就会有很多事情可以干了，所以还是自己比较宅。然后自己不工作的时候很少化妆吧，因为可能工作的时间比较多。如果有不工作的时间，还是希望能让皮肤好好休息一下。6分。给你一个假期的话，你想干什么？睡觉、旅行。日常护肤的步骤是什么？洁面、水、乳。洁面、面膜、水、乳。最喜欢香水的味道是？葡萄柚。最近发的一条朋友圈是关于什么？火锅。理想男友的类型？白马王子，然后幽默、高，人好、善良，有时霸道，有时温柔，有时可爱，然后，然后要懂很多电影的浪漫情节，要喜欢看我的戏。认为自己哪个部位最性感？头发吧，因为有首歌不是说短发女人也可以性感和可爱吗？如果可以尝试一天别的发型，你从来没有尝试过的那种，你会做什么样子？褪色。手机里最常用的3个 APP？饿了么、大众点评，然后还有美颜相机。然后去游乐园，会选鬼屋还是过山车？鬼屋，因为过山车我感觉会把我的脖子给伤到。平时不带妆出门，能接受去最远的地方是哪？世界各地。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是？最近单曲循环了好多歌。5月天的倔强。报自己的一个外号。报自己的一个外号。社会摇。最喜欢用谁的表情包？自己的。让你保持，是让你保持笑比较难，还是让你马上哭比较难？马上哭。最喜欢的拍照姿势是什么？剪刀手。如果放长假的话，想去哪里旅游？丹麦。如果不当演员，你会做什么？医生。最喜欢玩的游戏是什么？暖暖环游世界。作为火锅资深达人，就说一下北京铜锅和重庆红油火锅的区别。北京的汤底会淡一点，然后会没那么辣，而且，它是就是一上来就是那个油的料，但是，重庆的话，它上来是干料，然后是3分水7分油，然后是那样就是直接在你面前煮的，而且料会浓很多，而且会偏麻一点。请用“震惊”2个字为你今天接受的采访起一个标题。金某女星生吞白马王子，还吐壳。爱奇艺悦享品质。